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林亮君议员、陈凤馨小姐、赖士葆委员、王玉明委员、林佩祥首席副书记长。好，那么川普这个这是他们叫做所谓边境撒谎一个家伙哈，扫荡南韩的工厂，南韩呢在美国投资。然后呢，这个 LG 的一个电池厂了等等，现代汽车等等说呢，像打仗一样，像战区一样，突袭工人呢，有的钻通风管，有的跳到污水池，这不是什么游泳池啊，是污水工厂里的污水池，可能还在处理这废水跳到这水里面都被这个官员把他抓起来了然后呢排一队然后呢这个像犯人一样。一个个抓起来甚至戴手铐那现代车厂，知道现在是韩国最大的汽车厂，员工被铁链捆绑因为呢说抓了他一共查400多个人，有300个所谓300个是南韩的非法移民，400多个非法移民，南韩的非法移民那怎么回事？所以因为呢，川普不是叫他们去设厂嘛，他们就设厂嘛，那设厂要快点完工啊，快点生产啊。那所以呢，他们就从南韩，不知道怎么偷或者怎样用各种方法运了一些技术人员去，可能有工程师，要有工人他们拿着 B1 visa， 去过美国都知道，我们一般拿着 B1、B2 嘛观光跟商务签证或是一个短期的一个什么签证。但是不管你拿什么签证，你如果没有工作 working permit， 你没有工作许可，你在美国是不能找工作的。这是美国很严格的规定。那这些人不管用什么，他有些。大概有部分偷渡了，但是很多可能是用合法的方式去观光旅游，去了以后呢，在那边这个打工。那南韩那个工厂就讲说，我们要赶快建厂啊，我要熟练的工人啊，这些人都熟练，他可以帮我们训练美国的工人啊，能够让工厂赶快啊。但是呢，美国这个边境撒谎说，他们都不安好心，他们用他们的人就可以比较便宜啊。如果到时候用我们的人还比较贵啊，为了保护我们的劳工啊，把他们抓起来那475个移工被抓。所以呢，这是赴美投资设厂那所以呢，被移民局突袭，你看这些人像犯人一样，有没有？然后手这样举起来川普说呢，这个希望外资引进新技术，要培养国内的工人不是你派的工人来是要训练我们的工人让我们的工人将来有工作做你来弄完你就跑了所以你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法律不过呢。我会设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南韩当然很震动了，传出来南韩呢已经跟美国政府这个协调，要派飞机专机把这300个人接回去但是呢，美国的边境撒谎这个 Holman 说呢，这是第一枪，我们会针对更多的企业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下抓这么多人对一个单一的工厂那因为怕说美国到时候不给这些人回国了。所以，南韩的外交部长今天要自己飞到美国去，确保这件事情那但是呢，一方面抓南韩人，一方面川普又安排呢要访问韩国，干嘛呢？因为韩国要举行 APEC 峰会，那大家说会跟习近平跟这个金正恩在那个地方会晤我想去的话一定会会晤了。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快逃啊！目击者拍下美国移民执法局 ICE 突袭乔治亚州现代汽车厂，好几名员工情急之下跳入污水池里。但这样反而更逃不掉 ，ICE 探员就站在岸边。这些员工最后乖乖被拉上岸，回去调查身份。另外一边，ICE 叫疑似非法移民站一排扶着巴士，甚至用比脚镣更严密的铁链绑住，铁链绕过了腰部，绑在手铐上，就像是要他们插翅也难飞，更别想要再游泳了。这波突袭行动总共逮捕475人，一查之下发现3/4约300人都是南韩公民，他们以旅游名义或是持商务签证入境，不能在美国工作，但却出现在现代工厂。这间工厂是 LG 跟现代汽车合资的电池厂。LG 坦承300多名韩籍员工不是现代汽车的，而是 LG 跟协力厂商职员。LG 新能源的人力资源长紧急赴美，还下令员工暂停出差，在美国的员工返国或是待在宿舍，不要出门。 대미 투자 기업의 경제 활동이 부당하게 침해되어서는 안 된다는 점을 강조하셨습니다.
此事还惊动南韩总统李在明，指示驻美大使介入，南韩外长随时准备赴美。南韩媒体震惊不已，东亚日报社论认为这对韩企在美国经济活动产生寒蝉效应。每日经济新闻刊登漫画还讽刺，川普鼓励投资却是这样对待外籍人士。不过 ICE 的执法一波波，纽约州另外一间工厂也被突袭来抓黑工，不只针对外资，美国本土企业早就是风声鹤唳。好，凤馨怎么看？而且呢，我们台湾到美国设的厂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现在不敢这么说，但是呢，压力一定非常非常的大。大家都其实知道有的话赶快跑吧。那大家其实都知道说，富士康其实在川普1.0的时候，那时候承诺在威斯康星那件事情啊，其实后来呢，其实美国的媒体记者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调查报道。那么你知道他的调查报道后来写了一本书，叫做《富士坑》，现在翻译成为中文哈，叫《富士坑》啊。那本书我今天忘了带过来了哈，已经翻译成中文，已经出版了。它里面就详细的去细述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其实从头到尾，不管是美国政府也好，或者是富士康也好，那乃至于当地的这个政府，然后其实都没有恶意，也没有加害者，可是就是没有成，而且有受害者，因为有大量的拆迁，所以导致当地民众其实非常严重的迁移啊，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而所有承诺的事情，通通都没有办到。为什么承诺的事情没有办到呢？今天现代的这件事情啊，当然，实际上被抓的并不是现代的员工，而是 LG 新能源的员工，因为呢，他主要抓的那个点呢，它其实是一个这个汽车电池厂。那汽车电池厂呢是现代，然后跟 LG 新能源一起合作的。那这整个事情啊，其实我们说穿了就是美国没有技术人才，可是美国不给你技术工人的签证，那你现在要怎么办？这就是他的一个困境。那我们看到说，你475人被抓。那我先讲啊，就是说就执行面来看的话呢，这一次美国国土安全部啊，它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查缉行动。它在任何的查缉行动都没有规模那么大。为什么像战区一样？因为它出动的不管是空中的直升机啦，然后又或者是人力的调配啦等等的，那都是空前的，所以是历史规模最大的。那475人当然也是人数相当的多，而里面呢大概有300多人其实都是韩国籍，就公民哦。好，那为什么韩国需要调派这么多没有取得工作签证的人要到这一个厂区来工作？原因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其实美国已经长期缺乏技术工人了，尤其是这个是新能源厂。那请问一下，美国有任何的汽车电池厂是成功的吗？没有啊。现在全世界的前10大里面呢，3大是韩国的，好，就包括了LG 啦、SK On 啦，好，这几家公司三家，剩下的7家全部都是中国大陆的。宁德时代、比亚迪，那你可以去找中国大陆的工人吗？不可能，所以你只能够找韩国的工人，因为你在美国找不到技术工人。可是美国工会势力非常的庞大，因此呢，美国工会呢要求说，你不可以给这些人呢这些签证，所以韩国的公司不断的申请签证，但是没有办法达成目的。那结果怎么办？可是我现在工厂要运作啦。因此，他就走了一个投机取巧。我希望台湾不是如此，因为台积电其实在建厂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发生类似的情况。那就是呢，这个其实没有技术工人，而且那个技术工人，他们当地的人会讲说，不过就是盖个厂房嘛，有那么困难吗？我们这边盖房子的工人多的是，你为什么不用我们的工人？可是台积电跟他讲说，不行，我的工厂是无尘室，无尘室的技术跟你的技术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讲，在亚利桑那就整个的媒体就不断的抨击台积电，说台积电呢不过就是想要引进一些低价的劳工，然后来剥夺我们的权利，然后呢还看不起我们美国人，导致那个种族歧视的问题在台积电的厂里头，其实问题也非常的严重。所以这次采取的行动，我觉得是美国呢给韩国一个下马威，告诉你说，你不要再想说你在韩国那找工人来，那必须你要用我美国的工人。可是你现在就让所有我美国工人不行，送到韩国受训嘛，受训完再回来嘛，就行了嘛。也不行，因为他们的很多的相关的训练，就是美国人看不起亚洲人嘛。美国人就会这样想嘛，你训练我的员工，不要搞那员工来抢我的工作机会嘛。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啊。
我们很多限制外劳也是怕他们说让我们的人待遇因此低了，它比较便宜嘛。所以现在有一个困境是什么？美国的川普政府认为说没关系，反正你就用自动化，所以呢你也不用大量的工人来，那你就是呢在建厂的时候用我的工人，然后其他的通通都自动化。自动化如果这么容易的话，那全世界就不需要这么大量的工人，所以这形成所有国家到美国去投资现在极大的困境。未来韩国会在造舰这件事情上、船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这些相关工人，电池这件事情上面、汽车这件事情上面，还有半导体这件事情上面，不要讲韩国，我觉得台湾都会吃尽苦头。我提一下吧，因为我刚从美国回来，而且我到美国去几个地方访问了，那碰到的很多的这些侨胞也好，朋友也好，都要谈这个问题，就是 ICE，ICE 他们是这样子哦，他们是出去外面是像门面人一样哎，对，还带个门面的，全身就是 ICE 这样。移民海关署，移民海关署哦，他真的假的你都不知道哦，他抓到一个人$1000美金，抓到一个人$1000。所以他一看了，哎，你像是非法移民的，来，先把你带走$1000美金，就1000块。然后事后进去以后，很多这样子，进去以后，这个王一鸣说，你看我的 passport 清楚啊，我是台湾的护照啊，没有问题啊，好，放你回去，他$1000就把你拿了，就这样子啊。所以他的制度是这个样子，就是鼓励你就看到谁可疑，你就去抓，就变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讨论是这一些，就是所以他们就会发现说，他们有一些的像阿米狗。墨西哥人替他们剪花啦、剪草啦，或者采一些什么草莓之类的，这人就有的不见了，那些保姆也不见了，为什么？怕。那怕怎么样呢？他们现在有一招，就是说我躲在家里不要出去，可以吧？所以我看到华人圈在讨论是这个题目，但是今天这个题目是我第一次看到说，它是等于是集中式的针对一个韩国这么重要的厂，而且有合作来讲，事先这个事情要避免，我觉得有那么困难吗？政府对政府，而且韩国对美国也是非常善意啊。你来讲的话，他要增加3500亿美金的投资，增加这么多投资，又有 APEC， 这里面难道你不能够事先我们就讲好，就用一个专案处理，说我在建厂之间，我需要从那边引进多少？他目前没有办法拿到签证，可是他可以对美国来讲有专案处理了，专案处理嘛，事先没想到了，就给一个临时签证就可以了嘛，有那么困难说一定这个样子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奇怪的，而且非常吊诡的。他某种程度要对韩国以及要来美国设厂的就是说这个要投资的这些厂，不管是台湾，不管是其他的厂，他给他有点下马回头一道，就是你要来设厂，事先要跟我谈好，否则的话也就这样子。来，不想。我会认为，我现在对台积电我很担心了。老实讲，我真的担心了，因为老实说，我在美国蛮久一段时间，那很多时候你在那边的签证，有时候甚至看美国政府的心情，不管是学生签证、工作签证还是任何的签证，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美国老实讲，与其说这是完全的经济上的考量，或者是技术上的考量，倒不如说这是我认为从政治面分析，这是川普很明显的利用一个所谓的一鱼两吃，对内。这些所谓的非法移民或工作移民，这些移民是他很好去煽动的一个族群，很好去煽动这些本来的白人族群，本来的所谓这种中产阶级的人的族群。他因为这些移民来美国，他们举目无亲，他们要努力工作。以前这些移民来美国的成功，是美国可以跟全世界讲说，嘿，你看我们是全世界拥有美国梦，你都可以来。可是现在。当你拥有美国梦的时候，对本身还留在这边，可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不如意的中产阶级，就是莫大的讽刺。而川普刚好这次当选，就是靠这一群不得志的中产阶级，所以他针对他如果是以这个内政来讲，他就针对这些移民。不管你非法还是合法，对移民去做出打击，所以移民在上面是非常无助的。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说以国际间来讲，像这次是韩国的话，它其实现在韩国政府想尽办法去救这些人出来。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美国的工作人员，只要说美国当局不如美国当局的意，都有可能变成未来的肉票。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状况，因为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并不是知道说，这个如果说你付了这个钱，你答应了美国所有的条件，美国是不是就会
依照他们的盟约继续下去。我们也知道说，李在明去美国的时候，川普笑嘻嘻跟他讲说，那个你的国防预算要从3.3%提高到5%，这件事情我们是知道的。之后就出来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在美国工作的韩国人现在遇到这样的待遇，在川普的眼中来讲，或许他真的想去 APEC 跟这个习近平跟金正恩谈，因为他认为说 Only the strong can talk。这是一个美国人很典型的文化里面让人家很不舒服的地方，就是你有胆跟我叫板，你才有资格跟我讲话。但是现在目前所有的跟川普决定要合作的美国盟友们，那是不是要重新再好好思考说，我们的承诺是不是川普都会兑现，还是他会得寸进尺呢？这是我觉得在未来在国际政治里面我们很需要去看到的一块。就说可能啦，亚洲这些国家去美国投资设厂要不然就事先像刚刚大伟讲好，市场期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豁免？我有多少工人要来？事先要谈呐，他事先没谈呐。如果事先谈，也许川普一句话说好，川普这边好了就好了嘛。你要知道，这些人在亚洲搞不清楚，美国工会是很厉害的。你把台湾，你看台湾这个工会，美国那个工会，我告诉你，你不能轻易 fire 一个员工都不能 fire 掉，要工会同意你才能开除他。所以以前老美讲说，你要发言怎么办？先给他升到工头 foreman， 升到管理阶级才可以开除他。只要是工人都不能开除他。我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看很多工厂，美国工程师在旁边一直提醒我，你千万不能动手，因为我们看到不好就想帮他动手修一下，你千万不能动手。我说为什么这么严重？我说不好就不能动，工会抗议啊，不行啊，千万不行了，吓死了。你常常到美国我看美国那么多工厂，我看了30几个州的工厂，经常在工厂门口就有工人在那边示威，在门口绕着示威。如果哪个工人想要进去工作，被他们骂，他们说你这叛徒，你怎么敢去工作？美国这么厉害，所以你去你搞不清楚，对不对？然后呢，以为说跟在亚洲一样然后要去就去了，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没有那么简单，像这些都要算在你当时的规划，甚至要算在你的成本里面，不能这么傻就跑去了。休息就回来。好，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现在日本有事，台湾有没有事？大家都很关心日本的政局了那日本首相石破茂宣布辞去日本首相，辞去自民党的总裁的位置因为他这种内阁制国家谁是执政党的总裁，他就是首相不过当然因为这个自民党的票不够还跟这个小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的公民党那他说现在是辞职的适当时机了因为其实他已经连3败选举去年的众院选举，今年出的东京都选举，后来最近的参议院选举连3败。所以党里面也是希望这个总裁要负责压力很大了他一个人在那边对抗了50天，我就是不辞职，因为我还有关税要谈，国家现在正面临这个危机那他现在宣布辞职了他是说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因为日本的这个大臣已经回来了，然后汽车关税呢本来要到美国这个外销是25%，现在降到15%了。如果25%日本的汽车业不行，日本汽车很重要，汽车业，那日本整个经济受影响。那现在因为呢到15%了，我谈得不错，所以我可以辞职。当然是嘴巴这样讲了但他也说自民党如果不改变，将没有未来。其实自民党在日本执政非常久了，只有中间一度这个首相换社会党，其实都是自民党的执政。但是呢，前一阵子闹这个政治先进的丑闻。所以自民党虽然改的政治先进办法等等，但是压不住民众的这个反感所以50天变成孤鸟抗争上任不到1年，因为连吞3败，所以黯然下台反正一个接一个都逼着他那另外呢，这个到底这个他的这个菅义伟副首相也劝他了那自民党党内说松一口气了。在野党说太慢了，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早就该辞了那当然现在好几个人要竞选他允许内阁成员也竞选自民党总裁本来就我的阁员我还没有这个解散我的阁你们怎么去参选呢？可以，因为我已经辞职了，你们可以参选那另外呢，到底新的日本首相是谁？日本的选举制度它这个有几种选，一种叫做按照规定教博来，一种是简略型。全规矩型说，国会议员到底看他有几个执政党国会议员，国会议员的票
然后相对党员的票，然后加起来以后呢，12天的选举过程，那如果说第一轮就过半就当选了，没有过半进行，就说好几个人就变成2轮投票，头1名跟头2名啊。那决选的投票呢是国会议员跟各部道府县代表各1票，一共47票进行投票，获得简单多数就当选。那简单型的是国会议员，然后地方票141票，47个都道府县各3票，所以3乘3721、32、141票，合计436票。第一轮过半直接当选，没有过半再决选啊。那国会议员每人有1票，47个都道府县每个县只有1票，所以一共跟国会议员一样这跟都一样，都只有1票。然后呢，国会议员的票加上47票，简单多数就当选了。第一轮这个议员跟议员跟地方党员一样的重要。第2轮议员的影响力变得非常大，地方的声音被大幅的削弱，就国会议员所以他的选举制度有一点复杂那到底现在会怎样那小泉的儿子另外一个小泉，他的这个声望是不错的，在国会议员里，但是上次选举党员票他不行，党员票拿不到拿得很低那另外呢，美国还要日本呢，国防费用要增加，防卫费用增加说我在里面派了将近5万个人对不对？都是我美国出钱，那你日本这么轻松，你也出钱了，也要出钱了，就川普这个拼命要钱，这是另外一个难题了那另外呢，民进党立委也说，这个石破茂被党内联署逼宫，就请辞了那柯建銘呢民进党那边现在用日本来逼柯建銘，所以我讲嘛，日本有事，台湾就有事。我们看一下。Breaking news out of Japan, where Prime Minister Shigeru Ishiba has reportedly decided to resign. 日本首相石破茂7号下午闪电宣布下台，引发国际媒体关注。只是根据产经新闻等日媒报道，原本坚守职位的石破茂突然变卦，是因为被拱他上台的自民党大佬逼宫。前日相菅义伟与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曾先后拜访首相官邸，会见石破茂。日媒指出，两人基于党绝对不能分裂共识，向石破谏言劝退。石破さんはちょっとなかなかあんまりその国際的な話で言うとできてないところが多かったのかなっていう感じはあったので、はい、次の総理には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も期待したいなって思います。除了国际事务上表现平平，石破茂上台以来，自民党更是连续输掉3场选举，写下近70年来罕见的惨败。执政的自民党将展开临时党魁选举，其中最被看好的就是去年总裁选举进入决选投票的高市早苗，他获得23.0%的支持，小泉进次郎则以20.9%排名第2。另外，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还有年底要满51岁的小林英之都被看好。至于石破茂，他说阶段性任务完成，将不会参与角逐。来，玉敏。刚好上个礼拜这个国民党我们有20几位委员，我们到日本去访问那日本的国会议员，他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石破茂会不会下台的这个议题他们甚至还开玩笑说，他们本来要组团，这个下个月这个国庆要有一个大团来台湾但是他们都很怕说，这个日本的政坛有一些什么变化，风吹草动，要赶快，就是风尘仆仆要赶回去。所以你没去他就辞职。对，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就回来就辞了。对，回来就辞了。所以你们到底跟他讲了什么？其实石破茂要不要辞职这件事，已经是他们政坛了。就是我们私底下聊的时候，事实上他们在地的也讲就是说以麻生太郎为首的，他其实就是已经在运作，就是要求石破茂要下台。但是呢，石破茂你可以看到一开始他的态度呢，就是他觉得他可以继续留在这个位置，因为这个石破茂坦白讲，他算是比较是改革派的，所以他觉得他改革的这个志业未成现在就又要被赶下台，他当然心有不甘即使3连败，他其实本来是想说，我继续推一些新政比如说他也想要发放现金，还有一些新的政策，看可不可以让这个日本的民众可以拥戴他，然后来取代这些反对他的势力但是显然没有成功，就是我觉得民意也没有支持，加上以麻生太郎为首的这一些原来的派法里面，就是
施压，还有自民党党内他也拿不到票，就是现在联署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嘛，就是从中央扩散到地方，他们很多的党部也通通都跳出来了，所以他应该知道就是大势已去，所以他就宣布他要请辞下台哦，所以日本这几年来这个。安倍晋三走了以后，你可以发现说，之前这个也当不久嘛，哈，那现在石破好不容易这个改革派上来，不到1年的时间就下台，所以日本的这个政治哦，他们要大幅迈向改革，我觉得恐怕还有一段路。那现在新出现的这个人选呢，就是高市早苗，现在看起来是日本。有一股声音希望说女首相，日本从来没有出现，她会变成第一个女首相。如果她当选，对，所以现在就有一些就是呼声说，高市早苗有可能成为女首相，或者是说刚刚这个赵大跟你讲的，要不要加入党员票？如果加入党员票呢，高市早苗因为他是里面比较资深，他60几岁嘛，哈，他党员票比较拿得到。但另外一个被看好的是这个小泉进次郎，他这个泉一郎的这个公子哦，他以前也来台湾访问过，我有见过他，他是当时代表青年局局长来立法院访问的时候，是真的蛮帅的，就是年轻。那他这个部分在日本其实也有蛮高的一个支持度，但是现在就是看他最终要选择的选举方式是什么。如果纳入党员票的时候，现在外界的预测是，那高市早苗可能有比较好的一个优势。那日本 maybe 未来会产生一个女的这个首相哦，这个是大家后续可以再观察的。石破茂也很努力了哈。对。他呢，这个把那个米都拿出来了，因为日本最近米价高，他把国家都有那个库存米啊，他把库存米都放出来给老百姓吃。小泉进次郎主导，要把那个米价降低，同时他也答应哦，每个人发2万日元。对。要发。还是没有，选举还是输啊。其实他的民调最近是上升的，他是上升到39%哦，上升的幅度非常的多。可是日本的政局是由派阀决定的，并不是由民意来决定。虽然他算是魅力型的政治人物了哦，但是呢也是没用哦。当你这个派阀不支持你的时候呢是没有用的。休息一下再回来。